1993年，海南的海风里还飘着炒房的狂热余味，600多栋烂尾楼却已在沙滩上轰然定格。这不是普通的楼市降温，而是中国房地产的天崩开局。这场由政策红利点燃、资本狂欢推高，最终却被调控戳破的泡沫盛宴，拉开了中国房地产狂飙30年的大幕。要理解海南的狂热，必须先回顾它的底色：贫穷和沉寂。在1980年代末，当沿海城市已经开始展示改革的成果时，海南岛却依然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边陲。在1987年，海南全岛的人均 GDP 仅有925元，地方财政收入不到3个亿，全国倒数。全岛80%以上的人口是农村人口，几条渔船、几棵椰子树、一片橡胶林就是海南的全部家底，工业几乎为零。建省前，海南岛的 GDP 只占广东省的不到5%。基础设施更是极度落后，用一位闯海人的话说，海口城区连一个红绿灯都没有。这是一个被边陲海岛的定位长期束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样本。然而，正是这份落后，使其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获得了特权。198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到需要更大突破的深水区，中央决定将目光投向这片海疆。当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宣布了一项重大的历史性决策，设立海南省，同时将海南全岛设立为经济特区。这赋予了海南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也是中国唯一的特区省。这意味着它获得了极高的经济自主决策权和地方立法权，可以大胆摸索，为全国改革探路。而最大的特权就是将卖地的钥匙交到了地方政府手中。80年代末，土地还是以行政的方式无偿划拨，但海南被允许先行先试。1990年3月，海南先于全国推出了《海南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转让规定》，在行政上将土地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行政资源转变成了金融资产。对于一个急需启动资金的穷省来说，这无疑是一张可以随时兑现的空白支票。地方政府发现了一条快速积累财政收入、推动基础建设的捷径，只要卖地，钱就来了。这种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从一开始就深植在了海南这片试验田里。建省之后，各市县纷纷成立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农垦系统的企业有地有指标，干脆不种橡胶改卖地皮；建工系统和机关单位则合资盖房搞开发区，利润直接进地方财政。那时流行一句话：不动房地产不算真改革。于是政府带头圈地盖楼，农垦卖地，交通厅搞酒店，连教育系统都开了开发公司。低廉的土地价格、优惠的政策吸引到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一批嗅觉敏锐的个体户和港台商人率先涌入。从1989年到1991年，海南全省的 GDP 增长率从 5.7% 暴涨至 14.9%。这惊人的增速几乎完全由房地产业驱动。如果说1988年建省设特区只是点燃了狂热的引信，那么2年后的邓小平南巡则彻底引爆了整座火山。1992年初，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号令响彻全国，彻底扫除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切顾虑。一夜之间，海南的特区身份被全面释放。无论是中央企业的巨额信贷，还是民间涌动的闲钱，全国各路资本都嗅到了政策和财富的味道，疯狂涌向这个年轻的省份。他们相信这是国家意志背书的淘金潮。10万大军下海南，各大财团抢地盘，说的就是当年的盛况。到1993年初，在这个总人口不到700万的岛屿上，竟然冒出了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这个数量比全国其他省份的总量还要多，平均每70多户海南家庭就对应1家房产公司。这些公司大多是皮包公司，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搞地、搞钱，转手离场。海南的泡沫建立在2件虚拟产品之上。首先是地皮，地方政府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以每亩几万元的低价批出土地，但转手之间，地价就可以被炒到每亩上百万元。投机客拿着土地出让合同，甚至不需要交齐全部款项，就能将合同倒手转卖给下家。
一宗土地在1年之内被倒卖10多次，稀松平常。这种交易本质上卖的不是土地本身，而是那份政府盖章的合同。而对于那些搞不到地皮的普通人来说，他们的机会是楼花。那个年代，中国房地产市场才刚刚开局，还没有完备的预售制度。开发商在拿地之后，只画一张总平面图，插几根钢筋就可以对外销售。中介们拿着图纸和复印件疯狂倒手，很多房子甚至还没出施工图就已经被转卖了5、6次，纯粹是空中阁楼上的资本游戏。在这疯狂的击鼓传花之下，海口的房价像是脱缰的野马，从1988年的均价400多元飙升到1992年底的5000元，到了1993年初，核心地段冲破7500元，甚至有楼盘卖出了10000元高价。要知道，这个价格已经超过了同时期北京2环价格的4倍。短短4年多，房价涨了20倍。在1992年，海南全省的房地产投资达到了87亿元，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半。这一年，海口市的经济增长率高达83%，海南全省财政收入的40%都来自这虚无缥缈的房地产业。泡沫已经膨胀到了随时可能被针尖刺破的顶点。淘金的狂热中，后来的那些叱咤风云的大佬们也纷纷现身海南。新希望的刘永好、吉利老板李书福都带着辛苦赚来的钱，在海南注册了公司，杀入房地产。金典集团的张宝全也来了，他的梦想是拍戏，打算在海南赚够50万就回北京继续他的电影事业。而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就是后来的万通。1989年从体制内辞职，只带着80块钱南下的潘石屹，在这片土地上遇上了他命中的贵人冯仑、易小迪等5人。6个20几岁的年轻人都上过大学，他们聚在一起，最初凑了3万块钱，注册了一个科技公司，想搞农业，然而没赚到钱。短暂的挣扎后，他们果断放弃了实业，决定去炒房。1991年，万通公司成立，可账上却根本没钱。当时海南信贷极其宽松，信用社、信托公司遍地都是，只要有地有项目就能借到钱。可万通恰恰一无所有。关键时刻，冯仑的背景帮了大忙。他创业前曾在北京中央体改研究小组工作，他打着这种体制内的背景信用去借钱，还真就谈妥了一家信托公司，筹到了500万启动资金。但信托公司也并非善人，他们提出了3个条件：一是利息高达20%，二是盈利要55分成，3是钱必须做银行托管。冯仑当时眉都没皱一下就签了，拿着这500万，他们以每平3000元的价格买进了8套别墅，转手就以高于4000元的价格卖了出去。潘石屹回忆这段经历时心有余悸，一开始都不敢相信，不敢签。在1楼签完房产买卖合同，到6楼加价就卖了，现在想想都害怕。仅仅8栋别墅，万通就赚了160多万，潘石屹个人分到了17万。就这样空手套白狼的滚动，在短短半年内，公司就积累了上千万的资产。当时的情况，用冯仑的话说叫天天过年，夜夜结婚。万通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发展了起来。哥几个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还出了一本书，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把自己描写成一群实业报国的知识分子，感动了很多人，也给他们换来了万通6君子的美名。在93年最疯狂的时候，整个海岛上的气氛是全民皆赌，很多当地人也纷纷加入炒房大军。公务员、教师、出租车司机、服务员，只要手里有点钱，就敢借高利贷买一套楼花。为抢一套房，售楼部门前彻夜排队，甚至流传着一个趣闻：有个流浪汉在售楼部门口睡觉，醒来时身后已经排起长龙。他正想离开，队伍后面竟然有人出钱买他的位置，流浪汉就这样白捡了7万块钱，一夜翻身。这种疯狂也迅速外溢，甚至越过海峡蔓延到了对岸的北海。然而，在狂热中也并非没有清醒者。1992年，王石到海南考察，路过北海，当时的北海市长爽快地给他圈了40平方公里的滩涂地，面积相当于当时2/3个深圳城区。王石吓了一跳，
他带着香港规划师一测算，发现这块地光是3通1平就得投入60到80亿，而北海市区当时才15万人，年产值不足10亿。王石当即决定收手，他把已经拿到的3万平米地块卖给港商，迅速抽身，还把海南、北海都列为高风险区域，全域不得再新增任何项目。但此时，整个海岛的狂热已经达到了顶点，没有人相信王石的警告，他们只相信一点：明天价格会更高。1992年8月，万通炒楼的时候，有一个楼盘需要确认产权证，当时没有网络，大家就派潘石屹去规划局查产权证，但却吃了闭门羹。潘石屹很懂人情世故，他买了5斤橘子、2条烟，提去局里扣开了大门。对方顺手把一摞红头文件递给他，随便看。结果这一看，直接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文件里赫然写着，海口全市已批未建的报建面积折算下来，人均超过49平方米，而当时北京人均住房才7.4平方米。据潘石屹回忆，他当时脑袋嗡的一声，意识到天要塌了。他回到公司与冯仑等人连夜商议，大家一致决定能卖就卖，能退就退，迅速逃离海南。那年，全国的房地产都开始蠢蠢欲动，信贷总量已经急剧膨胀。92年全年全国贷款同比增长了3成多，其中房地产贷款几乎翻番。海南更是全国的极端样本，全省银行贷款余额1年内增长了70%以上，全省 GDP 增速高达44%，土地成交价暴涨10几倍。中央看不下去了。1993年春，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视察对岸的北海，在看罢当地严重泡沫化的楼市后，他发出了北海不是上海，要量力而行的警告。果然，几个月后，大崩溃如期而至。1993年6月23日，中央宣布终止所有房地产公司的上市审批，并全面收紧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第二天，国务院发布了著名的16条调控措施，明确提出坚决抑制房地产投机，对未办齐相关证照的房地产项目，银行一律不得发放贷款。措施还明确要求各大银行在40天内收回所有违规贷款。这是中国房地产史上的第一次调控措施一落地，效果立竿见影，海南的房地产狂欢戛然而止，轰然崩塌。要知道，海南市场的资金如同一个巨大的漏斗，完全依赖银行的信贷和民间的高利贷维持运转。一旦信贷停止，资金链立马断裂，市场崩塌的速度超乎想象。海口的海淀岛开发区曾号称亚洲第一岛，岛上住宅一度炒到每平方米7500元，可短短几个月后就跌到了2000多元。更惨的是，没人接盘，开发商跑路，银行催债，施工方停工。到1998年，全省烂尾项目达600多宗，烂尾面积超过4000万平方米，比海口市现有的建筑总量还多。除了个别逃出升天的幸运，市场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那些用高杠杆和信托资金炒地皮的国字号下属公司和信托金融机构，他们欠银行的贷款无法偿还，手中持有的土地合同和楼花瞬间变成了烫手的废纸。无数的小型皮包公司则直接宣布倒闭，投机客们丢下项目，连夜逃离海岛。海南省顿时积压了全国1/10的商品房，超过600栋的烂尾楼成为了海口最著名的风景线。这些钢筋水泥的骨架，直到2007年还未处理完毕，它们孤独地伫立在阳光下，被戏称为天涯、海角、烂尾楼。比烂尾楼更可怕的是烂账，开发商跑路，施工方停工，购房者的钱消失在信托和担保公司里。据统计，仅4大行就背走300亿元不良贷款，加上信托、信用社、券商，全省沉淀的坏账总额超过800亿元。而当时海南本岛存款余额不足400亿元，坏账存款比例超过200%。到1994年，全省多数商业银行的坏账率飙升至60%以上，信托公司暴雷，信用社难以为继。海南财政几乎被房地产遗骸压垮。重压之下，海南省决定放手一搏，成立一家地方商业银行来对坏账进行集中清理。1995年8月，由省政府控股，多家国企共同出资，海南发展银行在海口正式挂牌。它的任务不是盈利，而是背锅。它的注册资本只有16.77亿元，
但却被装进了5家信托公司26亿元烂账。但海南的金融乱象远不止如此。泡沫时期，海南信用社15%甚至20%的利率满天飞，储户的胃口被吊得很高。为了生存，海发行不得不违规搞高息揽储，到处广告承诺本金保障、利息可观。他充分利用央行给的坏账停息和财政贴息政策形成的利差，发行20%以上的高息存款。在高息的刺激下，资金蜂拥奔入，海发行竟成了海南省内存款最多的银行。截至1996年底，海发行资本规模达到86亿元，比开业前增长94.3%，几乎翻了1倍。它存贷2忘，不仅偿还了一大半的历史债务，还赚了1.25亿元，形势似乎一片大好。可就在这时，央行下发的一份通知，却将海发行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997年12月，央行下发关于清理整顿城市信用社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被兼并重组的城市信用社原高息存款统一按法定利率计息。而就在几天前，28家濒临破产的信用社刚刚被并入海发行。这些机构长期高息揽储，早已资不抵债。当海发行网点的窗口上贴出停止兑付高息的公告后，门前很快排起了长龙，挤兑很快蔓延到全岛。海发行被迫规定了每周和每次取款的限额，但限额一变再变，每次能取到的钱越来越少，这反倒加剧了恐慌。谣言四起，挤兑如同雪崩般蔓延。央行先后调拨了40亿元资金救火，但面对数以百亿计的资金缺口，这些钱如同杯水车薪。1998年6月21日，央行无奈宣布关闭海南发展银行。仅仅存在了2年10个月的海南发展银行就此倒下。这场风暴波及10几万储户，存款、投资、信托产品统统被冻结。海发行最终被工商银行托管，个人储户的存款得以保障，但那些单位存款以及通过信托、理财、借贷渠道参与的资金却迟迟无法兑付。有人的钱卡在账上3年、5年，甚至10多年。海南的街头曾一度流传这样一句话：海发行一倒，半个岛都哭了。这场风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死亡。陋室空堂，当年户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泡沫散去，那些曾经灯火通明的楼盘，如今一栋栋停工烂尾，被杂草吞没。有人说，海南像是做了一场发得太快的梦，梦醒之后，人人都成了债主。可每一场崩塌，总会有人带着灰烬里的经验离开。潘石屹和冯仑是跑得最快的那批人，他们带着海南的钱和经验进京，在国贸 CBD 盖写字楼和综合体。他们摒弃当年只要敢想就能翻盘的口号，高喊着创造最具价值的生活空间，走起了高端路线。六君子后来分家，万通、SOHO 中国、阳光100这几间公司成了此后20年间中国商办地产的领头羊，也几乎建出了半条北京金融街。王石则扎根深圳，他总结经验，战略收缩，砍掉多元化产业，拒绝暴力炒作，把万科改造成了专注中产住宅的专业房地产公司。在泡沫破灭的那几年，万科反而逆势扩张，坐上了老大的宝座。后来中国房地产迎来了黄金10年，万科更是遥遥领先，成为无数房企梦想超越的标杆。这场泡沫的余波还影响着未到场的后来者。杨国强没赶上海南热潮，但他从海南的废墟上悟出了一个道理：热点城市是火山口，要想活得久，千万不要碰。此后20年，他从3、4线城市起家，农村包围城市，一步步建起地产巨无霸碧桂园。王健林发迹更晚些，当海南的投机客纷纷破产时，他还在大连当国企干部。那些年，银行收紧贷款，唯独国企背景的开发公司还能拿到钱。王健林抓住这个反转窗口期，给国企搞了股份制改革，并在大连本地低价拿地开发住宅，从而赚到第一桶金。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海南泡沫真正的继承者是那个河南钢厂的车间主任。许家印虽然没有赶上海南热潮，但泡沫的逻辑他学得最彻底。几年后，他南下广州，成立恒大。高杠杆、
高周转、高收益，这套海南玩法，他玩得更大更熟。他继承了海南的野心，也继承了海南的结局。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2023年，当恒大在2万亿债务面前轰然倒下，人们才恍然大悟，中国房地产的故事，其实在30年前就写好了剧本。当年天崩的地方，正是后来所有故事的原点。